你是使用 Google 表单来作为订购表单或是团购的表单吗？今天我们来教大家，当有新的订单要怎么透过 LINE 来通知你哦。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喽！如果你对 AI 教学内容有兴趣，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容。想要更加深入学习，但常常出问题，选择学习 Plus 方案，就有1对1的聊天管道。或是呢，你愿意支持我们，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喝罐养乐多，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影片要开始喽，你准备好了吗？嗨，大家好，我是阿汤。今天要教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已经有非常多人问过我了。只要呢你有在做订购商品相关的、团购商品相关的，然后是用 Google 表单来作为基底的话呢，应该都会需要像这样的通知功能。就是当我们有使用者呢透过表单送出新的内容之后，我们要怎么去监控这个试算表有新的内容，然后就会自动由 LINE 那边呢去通知你。比如有新的订单来咯，然后呢你就可以再进来 Google 试算表去做处理就好，就不用每次呢你都要打开试算表，然后来看看有没有新的内容。今天我们主要用到的工具呢是 Make 这个自动化流程的工具，那这个使用起来其实不会很难，所有的步骤呢都是蛮视觉化的操作，只要你往下好好的一步一步的跟着做，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首先第一个步骤，到 Make 这个网站注册，然后登录之后，点击右上角产生一个新的场景。首先第一个要建立的模组呢是 Google Sheets， 就是我们要先监控我们的试算表的内容，然后选择 Watch New Rows， 就是监控新的栏位，然后建立一个连结。这边呢我们需要登录我们的 Google 账号，记得呢这边登录呢是你 Google 表单的那个账号哦，然后允许相关的权限，它就可以登录完成。接下来往下这边呢就可以点击，然后去选择你 Google 表单回应的那个试算表的名称，然后选择你的工作表名称。好，再往下这边有个 limit， 就是每次呢要监控几个栏位，比如说一次监控10个栏位，或是更多也可以。这边我会建议呢大概选5到10就好，因为一般呢你有新的订单也不会累积的这么快。好，像我们这边输入10，然后按下储存。接下来呢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监测。好，这边呢，如果你已经有旧的资料的话，你去看一下你的旧的资料。比如说我这边最后一笔是到3，那你就可以填入4。那如果你是到4，你就填入5。或者是呢，如果你是新的表单的话，那你就选择 O 就好了，那就会重新监控，然后按下储存。这样第一个步骤就完成了。这时候我们可以先来测试看看监控有没有正常运作。像我们刚刚是选 O， 所以呢像这些旧的资料它也会去监控。这时候呢我们点击 Run Once， 在左下角这边，我这边自己视讯挡到了，大家就记得左下角这边有个 Run Once， 点击之后它就开始侦测。那么像我们刚刚旧的2笔，它就会先侦测出来。好，这时候你看我再点击一次 Run Once， 它就不会有资料了。那么就是新的订单的话，那才会再监测出来。我这边试给大家看，我们提交一个新的内容，我们再点击 Run Once， 它就会只显示新的那一笔。好，就像这样子，好，监测的部分呢就没有问题了。接下来我们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要来整合一下，看看这个到底有几笔资料，我们要去计算嘛。所以第二个步骤呢，我们要统整所有的资料。我们今天点击一个加，然后选择 Tools， 如果你找不到，就是去用搜寻的方式 Tools。好，我们往下拉。要找到这一个文字的整合工具，这边呢就是选择上一层，基本上你是在第2层的话也不用选了，就是只有这一个。然后 text 部分呢，我们要去选择哪一个呢？我们可以选择 roll number 就好，然后后面给它一个逗号，就让它可以去分隔，每一笔呢都用半形逗号分隔开来，然后按下储存。接下来下一层呢，我们就要去计算这边总共有几笔资料，我们可以给 AI 去做处理就好。我们可以点击加，然后选择 Open Router， 用搜寻的比较快，然后建立一个新的聊天。这边要建立连结，要输入 API key， 这边的部分呢，你就是到 Open Router 这边一样注册登录之后，这边进入 Keys， 然后建立一个 API key， 名称你可以随便打，就是好记就好，然后按下建立，产生一组 API key， 这边把它复制下来，回到我们的 Make 这边来，然后贴上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个 API key， 然后按下储存。好，往下呢，我们先来选择要使用的 AI 模组，你可以直接搜寻 27B。就是 Google 我很常用的这个 Google 的 27B Free 这个免费的，就不会有任何费用产生，因为我们只是要做很简单的判断，其实这个就很够用了。好，再来讯息的部分呢，我们点击 Add Item Content 呢，我们先去点击前一个流程的这个 Test， 然后 Role 呢选择 User， 这边我们要给它一个 Prompt， 让它去判断呢上面这个 Test 呢
总共有几笔资料，每一笔资料呢告诉它是用半形逗号隔开，然后最后呢输出文字，一共有1笔新的资料。好，这边呢记得给它一个备注，这边有几笔就改成几笔。好，这样这边就完成了，我们可以先储存起来。接下来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表单呢，先送出几笔资料来测试看看。比如说我这边送出2笔，然后一样我们回到 Make 这边来，然后点击左下角 Run Once 来测试看看。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流程。第一个流程呢，就是监控这个试算表里面有哪些新的资料进来了。第二个流程呢，是把这些资料呢做整合嘛。那我们整合只有第一个栏位的数字，然后用半形逗号隔开。你看这边输出5.6。好，接下来我们用 AI 去判断总共有几笔资料，因为它是以半形逗号隔开来计算资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输出就好，在 Output 这边把它都点开，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一下这边 Content 呢，它有详细记录这些内容出来，然后最后执行结果一共有2笔新的订单。这时候呢，我们要改一下这个 Prompt， 让它不要去显示这些内容。我们来调整一下，这边改成呢只输出文字内容，务必不要有其他内容。好，我们这边来再试一试看看。然后先把这个场景储存下来，然后一样我们再送出1笔资料。好，回到 Make， 我们一样 Run Once。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AI 这边的输出的内容，有没有？这边呢它就没有其他内容，就只会输出一共有几笔新的订单。所以呢，当你在制作的时候有相关的错误内容呢，记得都是点击右上角这个搜寻框去看一下 Input、Output， 然后个别呢是输出了什么内容，一层一层去判断，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要怎么去修改。好，当我们完成了监控，也完成了 AI 的判断，输出有几笔订单之后，最后一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加上 LINE 的通知的功能。好，我们这边点击加，新增一个模组，然后我们搜寻 LINE， 好，点击 LINE 进去。这时候呢，我们要选择的是 Send a Push Message， 就是我们主动送出一个讯息给我们的使用者。好，这边要建立一个 Connection， 大家点击先看一下。好，这边有 Channel Access Token， 好，这边呢我们就放着，先不要动它。接下来呢，我们先到 LINE 的开发者这边注册，然后登录之后，建立一个新的 Provider， 名称一样输入一个你自己好记的，然后按下建立。然后点击下方的 Create a Messaging API Channel， 再来我们就要去建立一个新的官方账号。账号名称呢，你就输入一个你自己好记的，比如像我们这个是订购表单通知机器人，大小分类呢你可以随便选，这个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你自己用的而已。好，按下确定，然后完成。再往下不需要认证，直接前往管理画面就好，按下同意，然后继续。这边呢直接按叉叉关掉，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呢是先把聊天功能打开，打开上面的聊天功能，然后开启 Messaging API 的设定画面，启用 Messaging API， 然后选择我们刚建立的那个 Provider 名称，就是在开发者账号这边建立的这个 Provider 的名称，选择它，然后按下同意。这边不用填，按下确定，好，确定，好，这样就开启完成了。接下来这边有一个 Webhook 网址要填写，我们回到 Make 这边，然后右键我们直接新开一个场景的分页。接下来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场景，这个场景呢，等一下用完就可以把它删掉了，其实用不太到。建立模组呢，我们选择 Webhook， 然后选择 Custom Webhook， 好，点击 ADD， 名称可以随便打一个，然后按下储存。这边就会出现一个 Webhook 的网址，我们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回到我们刚刚官方账号那边有一个 Webhook 网址要填写嘛，我们把它贴上去，按下储存。好，那官方账号这边呢就没有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回到 LINE 的开发者这边来，点击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 Providers， 然后右边这边就会出现我们刚刚建立的 LINE 的官方账号，点击进去，切换到第二个分页 Messaging API， 然后往下拉，这边有一个 Use Webhook 把它打开，第二个这也把它打开。两个都打开之后再往下拉，这边有一个 Channel Access Token， 我们把它按 Issue 产生，把这个复制下来，点击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复制按钮，复制之后呢，回到我们刚刚第一个 Make 这边有一个 Channel Access Token， 把它贴上去之后，然后按下储存。好，接下来你看这边有第二个栏位 To， 我们要传送到哪里去呢？我们回到我们刚刚建立的第二个场景，这边 Webhook 这边，你先让它点击左下角 Run Once， 好，这时候呢会等待你传送讯息给它。这时候呢，用你自己的账号传送任何一个讯息给你自己的那个官方账号，像这样子传送之后，这边又获得一个输出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点开，在 Source 里面呢，这边有个 User ID， 把这个 User ID 复制下来，然后回到我们刚刚第一个 Make 这个画面，这个 To， 我们把 User ID 直接贴上来就好，不需要去点击任何内容，我们直接贴 User ID， 然后 Message 的内容点击 Add Item，Text 的内容呢就是选择前一层。这里 choices message， 然后 content，
这个呢就会直接是 AI 输出的内容，一共有几笔订单。好，我们按下储存。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送出一笔新的订单，然后提交。好，这边会有一笔新的订单的嘛，这时候我们可以点击 Run Once 来看看。好，确认都送出没问题，你可以看一下。像我们刚刚NINE的官方机器人就会通知我，一共有一笔新的订单进来了，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就可以达成用NINE来通知 Google 表单新的内容。当你整个做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自动执行它呢？免费账号呢，它最多就是每间隔15分钟去监控一次，其实我觉得也够用了，1个小时总共会监控4次。这4次呢，就会告诉你新的订单有几笔，那有的话呢，你就可以再去查看就好。这边你可以把它打开，每15分钟。如果你想要低于到1分钟的话呢，必须要用 Pro 的账号，也就是要付费的啦。这边我们直接点击储存，然后回到上一个页面，按下储存。好，确认右上角有 On 之后，这个呢，接下来每15分钟就会执行一次。那么呢，你在 Google 表单这边呢，只要有送出资料，它每15分钟就会来抓一次这个试算表的内容，然后呢，就会透过NINE的方式告诉你新的订单一共有几笔。是不是觉得就方便很多了呢？除了透过 Make 这个方式来建立之外呢，其实像在 Google Sheets 上面有一个扩充功能叫 App Script， 就透过 Google 的指令码，你也可以结合NINE的通知的功能，但是就不是像这样的通知方式，是另外一种方式，一样是传送到你的 LINE 里面。但是我觉得呢，需要用到程式码，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恐惧感，所以呢，相对来讲，用 Make 这样流程应该是会方便许多。建立完之后，记得呢，像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 Webhook 其实就用不到了，你可以回到左边的这个场景这边来，然后把刚刚建立这个 Webhook 的场景可以再把它删掉，这已经用不到了。好，这样就整个完成咯，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看完今天的教学，是不是想要赶快去做自己的 LINE 的通知机器人了呢？这么一来，只要有新的订单进来，就可以直接通过 LINE 来通知你，就不用每次自己去 Google 试算表查看，是不是呢？就觉得方便很多了呢？今天我们的教学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关的教学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是阿汤，下次见，拜拜。